拉内尔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女性，年仅29岁的她正准备开展自己的事业，但在这一切还未开始之前，她就在家遭遇了谋杀。案发后，警方在目击者的帮助下很快抓到凶手，并掌握了大量相关证据。然而，尽管本案看似具备了破案条件，但其实真相并非流于表面，案情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该市位于南加州的沙漠地区，距离洛杉矶大约60英里，人口约为17万，是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城市。主人公拉内尔于1980年出生在洛杉矶县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他是家中的第3个孩子，上有2个年长4到8岁的哥哥，下有2个相差6到10岁的弟弟妹妹。因此，作为排在中间的孩子，拉内尔成为了兄妹之间的重要纽带，承担了很多调解家庭事务的责任。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还让他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相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稳重。根据家人描述，拉内尔从小就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善于结合自身的优势做出正确选择。例如，他在10几岁时就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打算，计划先成为注册护士，然后再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疗养院。所以作为实现计划的第一步，拉内尔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所专科学校学习护理相关的课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路易斯。路易斯出生在加勒比海北部的海地，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所以出身普通的路易斯早年生活异常艰苦，甚至连温饱都是个问题。正因如此，路易斯在2005年设法来到了美国。在认识拉内尔的那段时间，他刚刚获得了合法身份，并且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职业技能。拉内尔之所以会与路易斯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易斯表现得比较单纯。 The first time we went out to a nightclub, and I think it may have been his first time going out in America in general, and the look on his face, just the appreciation to be partaking in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to be free and safe and happy listening to music, and it was just pure innocent joy in his face that you don't often see in an adult male. 根据朋友菲利普的说法，路易斯以前从没有去过娱乐场所，平时的生活也非常简单，除了学习就是做兼职工作，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不过当时两人并未确定恋爱关系，只是作为朋友保持着友好的来往。因为拉内尔在完成护理相关的课程后，又去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继续深造，直到他取得了注册护士的从业执照，两人才开始正式交往。接下来的几年里，拉内尔与路易斯一直在努力工作，准备共同实现开办疗养院的计划。期间，拉内尔成为了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并且还在多家医疗机构从事兼职工作。而路易斯则追随了拉内尔的脚步，一方面从事着街道维护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学习护理相关的课程。大约在2009年，两人终于达成了开办疗养院的必要条件，有了一定的积蓄，也完成了相关培训。于是这一年，他们在帕姆代尔购买了一栋宽敞的联排别墅，准备用作办公和居住的地点。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一切还没有开始，两人的感情就先出现问题。或许是路易斯已经适应了美国生活，又或许是看到了未来赚钱的希望。自从搬进新家后，他就一改往日朴素的生活习惯，开始大手大脚的胡乱消费，这让主要负责家庭财务的拉内尔产生了很大不满。由于消费观念不同，两人曾多次爆发冲突，甚至后来还闹到了分床的地步。不过即便如此，拉内尔与路易斯也没有结束恋爱关系，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捆绑了太多利益，分开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尝试着和平相处，期待尽快开展疗养院事业。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天永远也没有到来。就在他们的房子即将结束装修之际，悲剧发生了。2010年6月16日晚上7点25分，
拉内尔的朋友洛林急匆匆地冲进了帕姆代尔市警察局，他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警方，拉内尔在家遭遇了谋杀，而他由于误入了案发现场，并且看到了凶手，差一点也丢掉性命。见到洛林慌张的样子，警方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立即带着他前往了拉内尔和路易斯的住所。Where is she at in the house? She's in the garage by her car. 根据洛林提供的尸体位置，警方很快在车库内发现了被害的拉内尔。当时他已经近乎面目全非，脸上盖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后脑有一处贯穿头颅的枪伤。尸体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车内有一张带血的地毯、一床被子和一个被子弹射穿的沙发抱枕，而车外还放着一个属于这辆汽车的小型备胎。除此之外，警方还在距离车库不远的客厅检测出了被清理掉的血迹，又在洗衣房找到了清理血迹所使用的工具。根据这一系列发现，警方已经大致了解了犯罪经过。他们认为车库不是第一现场，尸体应该是在客厅被地毯包裹后拖到了车库的汽车旁边。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凶手计划将尸体放进汽车后备箱，然后一并销毁掉所有犯罪证据。这一假设主要基于车内塞满了各种与犯罪有关的物品，以及车外的备胎位置看起来像是凶手准备用作垫脚的工具。虽然警方不确定凶手为何又放弃了计划，但好在本案还有一位知情者，也就是报警人洛林。于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警方首先对洛林进行了询问。Her and Lewis got into a fight Monday. This past Monday, This Monday, yeah. He was in her face and he was like something. 3 days ago. Yeah, that she was cheating. She said she gave him a scratch. No. 根据洛林所说，杀害拉内尔的凶手是她的男朋友路易斯，而事情的起因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大约在案发4个月前，拉内尔与路易斯因为消费观念不合发生了激烈争执。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甚至后来闹到了分床的地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拉内尔与同事艾克建立了不正当关系。一开始，路易斯并不知道拉内尔出轨，因为当时两人正在冷战，而且拉内尔平时非常小心，从不使用常用的手机与艾克联系。但在案发几周前，路易斯无意间发现了拉内尔的备用手机，最终得知了两人的不轨行为。因为这件事情，路易斯与拉内尔发生了激烈争执，尤其在案发前3天，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He called the house phone like 5 times, and then Lewis got mad because he's like, why do he have the house number? An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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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you know. And they really blow up. They get in an argument. Yeah. 洛林表示，路易斯和拉内尔的矛盾激化主要还是因为艾克。在两人闹翻的那段时间，洛林刚好在帮拉内尔编织头发，所以亲眼目睹了事发经过。根据洛林所说，案发前3天，路易斯和拉内尔每天都在争吵。第一次是因为艾克给他们家打了电话，这让路易斯产生了不满，于是为了发泄愤怒，路易斯就和拉内尔吵了一架。第二次是因为路易斯发现拉内尔的备用手机仍在使用，认为他可能还在继续联系艾克，于是两人又吵了一架。第3次冲突发生在案发那天，起因是路易斯在早上出门时偷偷拿走了拉内尔的备用手机，这引起了拉内尔的不满。于是中午回家后，拉内尔和路易斯又因为偷拿手机的事情开始不停争吵。眼看两人即将再次发生冲突，这下洛林不干了。原本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帮拉内尔编织头发，但在过去的2天里，洛林不仅没有编好头发，反而变成了家庭调解员，天天为了两人的吵架操心。于是为了讨个清静，洛林在下午1点左右去了附近的公园散心，直到晚上6点30分，他才返回了两人的住所。然而没想到的是，洛林刚刚脱掉鞋子进入房间，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由于当时房间内空无一人，而且还有奇怪的气味，于是洛林就把手提袋放在了厨房的吧台上，然后拿出手机，开始一边拨打拉内尔的电话，一边寻找奇怪气味的来源。当洛林检查到车库时，由于没有穿鞋子的缘故，地上的血迹让他重重地摔了一跤。正是这一摔，让洛林弄丢了手机，同时也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拉内尔。当时洛林简直吓坏了，
第一想法就是赶紧离开。然而也就在这时，2楼突然传来了咚咚咚下楼梯的声音。原本洛林没打算上前查看，但由于车库紧挨着楼梯口，所以他刚刚走出车库就看到了正准备下楼梯的凶手路易斯。当时两人都愣了一下，但很快也都做出了反应。洛林想要逃跑，而路易斯想要将他挟持。就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洛林赶紧拿起手提袋，赤脚冲出了住所，这才侥幸躲过了一劫。洛林的陈述为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但在进一步调查之前，他们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洛林在来到警局后，警方出于安全考虑检查了他的随身物品，结果就在他的手提袋里发现了一枚手枪子弹。这枚子弹为何会出现在手提袋中，让警方感到非常不解，于是他们再次询问了洛林。 I was on the island. Okay. I grabbed my purse. Okay. And I guess I grabbed the bullet. When I grabbed my purse, I grabbed the bullet. 根据洛林所说，那枚子弹原本在案发现场的吧台上，也就是他放手提袋和汽车钥匙的地方，所以子弹应该是在拿钥匙的过程中不小心掉进了手提袋里。虽然洛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牵强，但考虑到他当时的处境，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于是警方略过这一点，直接调查了路易斯是否具有作案嫌疑。为此，他们找到了拉尼尔的母亲鲍比。根据鲍比所说，路易斯与拉尼尔的关系确实非常紧张，而且路易斯之前就有过过激的行为。大约在案发1周前，路易斯因为吵架砸烂了拉尼尔的汽车，原因只是为了不让拉尼尔出门，担心他会与情人艾克发生关系。此外，警方又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封路易斯的道歉信和一封拉尼尔的回信。这2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路易斯承认了错误，想要寻求拉尼尔的原谅，但遭到了拉尼尔拒绝。拉尼尔在回信中不仅明确了要离开路易斯，还表示会与情人艾克搬到其他城市。所以综上所述，警方认为路易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立即展开了搜捕。然而没想到的是，搜捕过程非常顺利，仅1天后，警方就通过路易斯的家人得知了他的下落。不仅如此，路易斯的家人还透露，路易斯最近刚刚订购了机票，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更加确信了路易斯与本案的关系，于是立即将他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Your girlfriend was very badly hurt the other day. Are you aware of this? When? Yesterday. How? Someone shot her. Oh my God, you serious? Where she is right now? She's at the coroner's office, sir. She did not survive her wounds. Really? Really? How? Serious? Someone shoot her? I'm sorry? Someone shoot her? Yes.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s not right. 路易斯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并表示与拉尼尔感情很好，从不知道拉尼尔有过出轨。根据路易斯所说，案发那天中午，他去了洛杉矶维修汽车，晚上又探望了住在洛杉矶的父母。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和家人在一起，完全不知道拉尼尔遇害的事情。听完路易斯的说辞，警方很快提出了质疑。首先，他的脸上有一道明显的抓伤，这与先前洛林的描述完全一致，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其次，拉尼尔在回信中明确表示要与情人艾克搬到其他城市，这就意味着路易斯肯定知道拉尼尔出轨，也就证明他的说法并不真实。对此，路易斯解释说，两人在案发前确实发生过冲突，不过最后达成了和解，感情并未受到影响。至于拉尼尔的那封回信，路易斯则坚持从来没有见过，也表示不清楚拉尼尔与艾克的关系。见到路易斯始终不肯松口，警方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做法，决定先将路易斯逮捕，然后再慢慢完善证据。于是问话结束后，路易斯就被关进了监狱。一开始警方坚信肯定能找到路易斯的犯罪证据，因为现场的物证中发现了凶手的生物信息，他们认为定罪只是时间问题。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种坚定不移的想法逐渐发生了转变，因为路易斯的不在场证明最终得到证实，案发那段时间他确实就在洛杉矶，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上都没有机会实施犯罪。不过即便如此，警方还是等待了1个多月，
直到确定生物证据不属于路易斯后，这才将他释放。To be honest with you, I was expecting a lawsuit to come our way. Instead, I got a hug. He shook my hand, he hugged me, and he sai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 told us that in his country, from Haiti, if the police arrest you, they throw away the key. There's no way that you get out of it. So he said that he thought that would happen to him here in America. 随着路易斯洗脱了作案嫌疑，本案的证人洛林也就成为了警方的关注重点。原因也很简单，洛林之前的证词太过言之凿凿，看起来像是故意陷害路易斯。不过当时警方还无法完全确定，因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于是为了验证这一点，警方再次询问了洛林。这次问话，洛林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表示凶手就是路易斯，绝对没有看错的可能性。然而殊不知，正是洛林这种笃定的态度让警方加深了怀疑。于是问话结束后，警方采集了洛林的生物信息，并对他展开了详细调查。结果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有了意料之外的发现，原来洛林和拉内尔并不是朋友，而是一对曾经的恋人。根据调查结果，拉内尔与洛林相识于某个交友网站，大约在案发2周前，两人从线上发展到了线下，不仅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还发生了亲密行为。为了方便与拉内尔约会，洛林很快从洛杉矶搬到了拉内尔所在的城市。然而也就在这时，拉内尔却向他提出了分手。根据两人的聊天记录，拉内尔提出分手的原因主要是与路易斯的关系得到缓解，不想再背着路易斯发生不轨行为。虽然洛林表面上答应了分手，但从他的回复内容来看，内心其实并不想结束这段关系，所以警方认为分手是导致洛林犯罪的主要原因。此外，警方还在不久后找到了大量关键证据。首先，那封署名为拉内尔的信件，经过自己鉴定后确定是洛林所写。其次，案发现场找到的一次性手套和容器上也都检测出了洛林的 DNA， 所以这一系列证据足以让警方逮捕洛林，当然起诉谋杀也没有任何悬念。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却又往后推迟了大约1年时间。原因是当时洛林逃到了中美洲国家伯利兹，直到2012年2月，洛林才因为非法偷渡被伯利兹当局遣送回国。尽管洛林被捕后一直没有承认罪行，但警方认为他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报复。根据路易斯事后补充，他在案发那天原本没想过要去洛杉矶维修汽车，但由于洛林自称在洛杉矶认识修车的朋友，所以路易斯才为了节省开支前往了洛杉矶。至于有没有节省修车费用，依据我的个人经验，最好还是不要找熟人帮忙。警方认为，洛林首先利用编头发的机会开枪打死了拉内尔，然后又将拉内尔的尸体包裹进地毯拖到了车库。原本他可能计划将本案伪装成失踪，因为当地到处都是沙漠，处理尸体和犯罪证据并不困难，所以洛林才花费了大量时间清理犯罪现场。然而当清理工作快要结束时，不知道是因为洛林的身高原因还是拉内尔的体重问题，反正最终洛林没能将尸体放进汽车后备箱。也正因如此，洛林启动了备用计划，准备将罪名栽赃给路易斯。一方面他知道路易斯与拉内尔存在感情问题，另一方面也知道拉内尔的很多秘密，所以洛林伪造了所谓的道别信，编造了目睹凶手的事发经过。2015年8月，拉内尔遇害5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洛林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